大家好，我是戴主义，我现在人在槟城出席全新 Proton S70的首次媒体试驾活动。那第一集的 S70 影片，我已经在 Proton 的总部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了这台车子的身世。当然，第一集主要比较多是看到 S70 美好的一面，像是拿来跟 Honda City、Toyota Vios 做一个直线加速的比赛或者是跟 Mercedes A-Class、BMW 2 Series Gran Coupe 做一个对比。质感上的对比，那今天这个可以说是实战表现。所以第二集 S70 的影片会 focus 在它的试驾体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建议大家先看第一集，服用之后第二集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这样子。那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先订阅，然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Good morning， 我现在驾着的就是最新的 Proton S70。那这一次是 Proton 主办的这个槟城的 Media Drive， 也是我第一次在公路上面测试这个 Proton S70。Proton 称之为 C segment sedan， 但是它卖的是 B segment sedan 的价钱，从73,800块到94,800块。那我们今天媒体试驾的5台车子都是顶配的 Flagship X 94800，它就比没有天窗的 Flagship 贵了5000块，就跟之前的 X70 一样，就是给你选择你要不要天窗，它就另外再 create 多一个这个 variant 给你，然后它的重量就有天窗的会比没有天窗的重大概7公斤左右吧，打这 matter 啦，因为不管你买到73800还是94800，都是同样的 powertrain， 就是这个 1.5 liter turbo with 7 DCT 的这个搭配。那原本这台车子呢，其实就是基于吉利的第4代帝豪打造，但是因为在中国呢，第4代帝豪只有一个动力来源，就是 1.5 liter NA with CVT， 可是来到马来西亚，他们就直接把心脏给挖掉，就装上了 X50 的这个心脏。所以它相较于 X50、X70 或者 X90 来讲，它的本地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在中国你是看不到这样子的车体，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配置。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了这个Jalan Teruk Bahang的山路拆。OK， 因为我在车上载着，包括我啦，我们有3个成人，我觉得这个力啊，OK， 我的表情应该告诉你它的力水到底是怎样。但如果你读不懂我的表情，就是虽然它是 Turbo，虽然它是 DCT， 不过你千万不要用 Volkswagen TSI DSG 的逻辑来思考它，因为当然 of course 你问我的话，它绝对会比 1.5 NA CVT 好很多，也就是它这个价位的对手Honda City、Toyota Vios。但是你要一点时间去抓到它的这个 kick 所谓的 kick 就是节奏，因为它有提供驾驶模式，还有这个 EPS 的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所以这个东西就赢过日本车了。因为通常日系车你要去到很高阶才会给你调整这个转向的力度，或者你知道吗 Volkswagen、BMW、Mercedes 才给你。可是因为吉利或者我们说大部分的中国车还是偏向于德系品牌的设定，就是它会给你这个东西，即便消费者可能没有要求这个东西。像如果你要调整驾驶模式的话，你就把这个荧幕 swipe down Comfort、Eco 跟 Sport。那我们现在在山路，我们就去到 Sport mode。sorry， 这个是 Steering mode。这样驾驶模式要讲驾驶模式 sorry confusing， 因为它没有独立的按钮。OK， 现在是 Sport mode 踩。的确你会 feel 到 Sport。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引擎声浪是安静的啦，它不会有 CVT 那种高亢的声音，至少它只是在节奏方面你会觉得有一点，你不知道它周末了嘛，就是你不知道它来了没有。好像我们讲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你现在连楼梯的声音都听不到，所以到底有没有人来，
你知道吗？就是会，当然这个是 first impression 啦，因为我刚刚才从这个 Shangri-La Rasa Sayang Hotel 出来，然后来到这边，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感受它。不过我相信啦，大部分的买家，大部分的人去到 showroom。salesman 带你去试驾，大概也是这种心情啦，因为你不像我们平时有5天、7天、10天来好好的感受它，所以你的 first impression 很大程度会决定你要不要去给这个 deposit 去订这台车子 ，right？ 所以猜 ，OK brake corner， 我觉得车子算是灵活的，因为这个轴距啊，虽然叫自己 C segment 啦，把它的轴距是2600多。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可能也不在乎轴距到底多长，只是在乎空间而已吧。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2024年来讲，如果你要称自己是一个 C segment， 你的轴距至少要2700mm 或者2690也可以。可是它这个就是 Proton Previa 时代的 C segment 轴距 ，OK， 把这个东西不影响你啦，你只要知道它够不够大辆，它架起来有没有 C segment 的感觉。没有，它还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点的 B segment。So， 其实整体的转向质感，你看，我觉得还是算精准的啦。然后以这个价位来讲，我们很难不提这个价位啦，因为在好多年前，我自己作为 Proton Gen 2的车主，那在那一个年代呢，我们花5万块，55000块买到一个 Gen 2或者 Persona。然后其实它真正对标的就是像当年的 Honda City 跟当年的 Toyota Vios。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买 Proton Gen 2，我感到很自豪的就是我的配置比 City 好很多，我的动力我又有手牙，然后我4个 disc brake， 然后那只有2个 disc brake 在前面而已，所以整体上加起来会觉得我花5万多块，我们可以买到可以跟7、8万块或者8、9万块的日本车匹敌的这种感觉。但是当年 Proton 的内饰用料设计跟整个质感是没有办法跟当时候的日本车来比较的，整体感觉就是会低人一等。所谓风水轮流转啊，来到了2024年，现在 Proton 的内饰不只是赢过日本车，同时还能够拿来跟 BMW 和 Mercedes 这种豪华品牌来对比。它已经到了 Honda City 跟 Toyota Vios 的家门口了。已经走进去人家的家里面，跟人家讲 ，Look at me， 看看我 ，OK。现在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你可以买 1.5 Turbo DCT， 为什么你还要 1.5 Liter NA CVT？Why？ 如果你可以有 Soft Touch，如果你可以有宽屏，为什么你还要小小个的荧幕？为什么你还要去感受那种 Plastic Feel？为什么你还要去架那些可能？对很多人来讲的万年引擎，就我这样 corner 来讲，我现在已经把 EPS 调整去 Sport 了，但是它还是没有那么精准，还是有一点点的虚位。但是我相信啊 ，OK， 我相信对大部分的驾驶者来讲，这样子的驾驶感已经能够满足到。你要买一个 B segment sedan， 我知道Proton叫它 C segment 啊，你知道吧？已经能够满足到大部分人对于这个尺寸车子的要求。其实这条路就是非常，我觉得以马来半岛来讲啦，它是仅次于云顶的山路了。OK， 金马伦也是可以，可金马伦太多车。然后你讲 KKB 的话 ，KKB 太暗了那条路。然后整个海拔，然后路的状况等等，所以我觉得槟城的这个加兰德罗巴汉啊，还算是非常好能够去试车的。只是危险是因为有对向来车嘛，所以你不能够太过 aggressive， 你还是要收一点点。尤其是还有一条狗，还有猴子 ，OK， 猜。就像我第一次在 Proton 的 Test Course 里面的感受虽然。这个车子跟对手们相比的话，它要强调的是它的动力。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 soft 的车子。那这个 soft depends on 你要怎样解读它啦。如果你用 positive 的方式去解读它，这个 soft 可以理解为 comfort，可以理解为很舒服，然后它没有这么硬，没有这么难消化。就是入口即化的一种感觉，但是如果你用比较 negative 的方式来想，它就是
驾驶者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得到这个驾驶的自信有些车子就是你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 driver， 可是它会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 driver。可是这个 S70呢，它会让这个驾驶者，这句话很难，这个话很难圆总之就是，驾驶者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让这个车子变成一台很好开的车子。OK， 这样讲应该比较安全啦，可以猜当然我们在山路的话，这么激烈的加速减速加速减速踩刹车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把手指放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动作。可是没有，就如之前的 Proton 吉利车型没有 pedal shifter。 OK， 即便是一个 DCT， 当没有 pedal shifter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满足到你的这种欲望？你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个排档杆，然后它排档的方式有别于其他品牌，可能是上下，它是左右的。那昨天有人就问了 Proton 为什么要设计成左右而不是上下？简单的回答就是因为他们整个家族都是用左跟右，包括 Volvo。哇，这个弯道越来越窄，加到我都很辛苦。心里 OK 吗？完全没问题，我要睡着了。真的哇，这样这个车可以买。这一段要录下来。没有，我是什么车都可以睡的。你这个又不可以了，你这个又不可以了。什么车都可以睡的，你太小看了。我坐在 Zenix 的第3排没有问题的，上云顶。哇，不可以了，Sim 的这个乘坐体验不可以作为参考。对，没有错。一点公信力都没有。一点公信力都没有，什么车都可以舒服到终点。猜。OK， 我刚刚忘记把它 switch 回这个 drive mode， 它还处在2档 second gear， 就会有这样子的声音。说法就山路来讲啦，我这样子超驾啦，我的 first impression 10分我可以给它10分我可以给它6.285分啦。OK。又到了我们做结论的时候，按照往常的惯例，我们就来分享不值得购买 S70的一些地方像是第一个，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它没有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不管是 wireless 的跟 wired 的都没有。虽然它内建了导航地图，可以自己上网，然后有 Spotify 等功能，但没有就是没有。Almera、City、Vios 全部都有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所以现阶段Proton是不提供这个东西。它看似不重要，但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可能对一些人来讲不是全部人，它的整个操驾方式操驾的设定会偏软偏 soft， 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上手。然后它的这个第三个点就可能它的这个Turbo 引擎跟这个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的节奏也是一样，需要花一点时间来适应它。值得购买它的理由有非常多啦。那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个价钱，第二个价钱，第三个价钱，第四个价钱，第五个还是价钱，因为它的售价只要从73,800块起。不管你买到7万块的、8万块的、9万块的，全部都是相同的引擎、相同的变速箱、相同的输出，只是配置上会有一点不同。那 Proton 就是你知道吗？预计这辆车子每一个月要能够卖4000台，从2024年1月开始。那我看了一下，去年2023年 Honda City 在马来西亚每一个月大概就是 City Sedan 跟 City Hatchback 加起来，一个月大概是卖2800到2900台。那 Toyota Vios 可能会多一点点，少一点点，所以它一个月要卖4000台，很明显就是要直接从 Honda 跟 Toyota 那边把顾客群给过来，给挖过来。那它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本事？我觉得是绝对有的。真的，这台车子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车子，而且像轮胎、轮圈等等，你还可以自己在后期升级等等，所以还算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改装的潜力啦。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的话，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还有什么疑问？如果现在已经有车主了，也欢迎你分享你们可能这一个礼拜、这一个月、这2个月以来的心得分享，也给准备要买 S70的观众一个参考，这样子啦。所以影片最后感谢大家收看第1集 S70的影片跟第2集 S70的影片。那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
follow YouTube channel， 还有 like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去玩卡。Right， 现在就来体验看看 S70的后排乘坐体验。那个第一印象就是你一坐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它的。